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想吃蛋糕不用出去买，在家就能做，不用烤箱，出锅绵软香甜，比买的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呢最好是放冰箱冷藏1晚的。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水分擦干。这个大碗呢一定要保证无水无油。擦干后再把鸡蛋打入大碗中。5个鸡蛋呢，可以做好大一块蛋糕了呢。全部打进来以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勺子，用勺子把蛋黄舀出来，让蛋黄与蛋清分离。在舀的过程中，动作一定要温柔一些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如果蛋黄弄破了，这个蛋白就很难打发。舀出来的蛋黄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在蛋清的碗上盖上一张保鲜膜，密封起来。把蛋清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接着在蛋黄的碗中加入120克纯牛奶，再加入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蛋黄和牛奶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搅拌2-3分钟左右。最后搅拌至出现这样密集的泡泡时，再往里边加入100克低筋面粉。没有低筋面粉的呢，可以加80克普通面粉和20克玉米淀粉，再用蛋抽搅拌均匀，像我这样画 Z 字形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再往里边加入2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油完全融入面糊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抽能滴落成一条线，像这样就可以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电饭煲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按保温键把电饭煲提前预热，再把冷藏好的蛋清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开，挤入几滴柠檬汁去一下蛋腥味。先用打蛋器低速打发，再转中速慢慢打发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打发，先给它打发1-2分钟。打发至出现这种大泡泡时，再往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继续用打蛋器低速打发，然后转中速打发，再转高速打发。打发至泡泡变密集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再继续用打蛋器中速打发，然后再转高速打发，再打发2-3分钟。打发至出现这种明显的纹路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再继续打发。很多人就好奇了，我们在打发蛋白的时候，白糖不能一次性加进来吗？答案是不能。打发蛋白的时候，糖一定要分3次加进来，分次加入白糖可以让蛋白更加的稳定。在打发蛋白的过程中，一次性加入大量的糖，可能会导致蛋白无法充分吸收，从而影响打发的效果。而分次加入糖，能够让糖逐渐融入蛋白中，使蛋白的结构更加牢固，不易消泡。其次呢，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蛋白的打发程度。随着糖的逐步加入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蛋白的变化，从而调整打发的速度和时间，确保蛋白达到理想的状态。比如湿性发泡和干性发泡，最后分次加糖，还能使蛋白的口感更加的细腻。均匀分布的糖分会让蛋白在打发后更加的顺滑，制作出来的蛋糕口感也会更加的轻盈柔软。最后打发至蛋白，提起打蛋器，呈现这种倒弯勾角就可以，也可以插一根筷子下去，筷子不会倒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刮刀舀出1/3的蛋白，放入蛋黄糊的碗中，用翻拌或者是切拌的方式给它拌匀。这里呢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如果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
那样很容易消泡。拌匀后，再把蛋黄糊倒入蛋白霜的碗中，再继续给它拌匀，让蛋黄糊和蛋白霜完全混合在一起。同样，用切拌或者是翻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从底部抄底翻拌起来，这样更容易拌匀。然后再像炒菜一样翻拌，这样呢，蛋白霜就不容易消泡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，用刮刀舀起一勺面糊滴落下去，有很好的堆积效果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电饭煲打开，把面糊倒入电饭煲中，全部倒进来以后，再盖上盖子，震动一下电饭煲，把表面震动的平整，给它震动出大气泡。震动好以后，再打开盖子，再撒一些葡萄干点缀一下，再撒点白芝麻点缀一下，再撒点蔓越莓干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，跳至保温键以后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蛋糕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看一下，一点都不回缩，非常的成功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扣到面板上。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我这里给它切成了4份。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绵软细腻，切好之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电饭煲蛋糕就做好了，口感超级的绵软，就像吃棉花糖一样，那种细腻的触感让人欲罢不能，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在幸福的滋味中。味道更是没得说，甜度恰到好处，不会过于甜腻，而且还散发着浓郁的蛋香和奶香，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都是满足感。无论是作为早餐的活力开启，还是下午茶的甜蜜点缀，电饭煲蛋糕都是绝佳的选择。自己动手做的蛋糕，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而且自己做的健康零添加，好吃又放心，不用烤箱也能轻松搞定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